女人脱下内衣挡住摄像头，为了摆脱 FBI 的追捕，女人掀翻桌子，取下桌子的钢管腿和座椅上的弹簧装置，再利用化学材料制作炸药。女人把炸药和弹簧塞进钢管，最后对接上灭火器。就这样，一个火箭炮竟做好了。此时 FBI 已经包围了她，而女人也已经做好了准备。下一秒，大门打开，女人拿出灭火器就给他们来了一炮，瞬间所有人被打倒。女人连忙冲了出去，再拿走一名警察的手枪，打掉沿途的摄像头，随后顺利逃脱。女人名叫绍特，是前苏联某组织培养出来的顶级特工。组织为了摧毁美国，于是派出绍特渗透进美国，成为了间谍。为了获得美国的信任，绍特为美国完成了几次极度危险的任务，做出了巨大贡献后，他成功的成为了美国中情局的特工。 Keep your head down, don't say anything till we make the swap. You made that one life is not worth blowing operational cover. So why did you do it? Well, 在这艰难的期间，绍特遇到了一个爱他的男人。 you okay? You shouldn't have come here. Evelyn, I would accept anything about you. Just tell me, okay? I work for the CIA. I don't want to be safe. And I want to be with you. 感受到男人真诚的爱意，绍特心动了。两人很快结婚，而绍特因为之前的贡献，现在也不需要出去奔波，已经坐进了中情局大楼的办公室，过上了清闲又幸福的日子。结果就在这天，一位俄罗斯军官投靠了美国中情局。We got a walk-in. A defector 10 minutes ago. Says he's FSB but won't give us any more. But if it got down to the subtleties of English nuance... Come on, Saul. No one can sort out a nut job from the real thing faster than you. 绍特因此被派去审问此人。 Microphones are on. Checking levels. Neural scan is up. Ready to go. A husband must be a distraction. So what is your name? Orlov. Are you selling secrets for chemo or are you afraid of dying? It is that I no longer have. I have somewhere I need to be, Mr. Orlov. Я пришел сюда рассказать тебе одну историю. I simply wish to help you do what you need to do. KA program is brilliant bullshit. The name of the Russian agent is Salt. 谁知这位军官直接曝光了绍特间谍的身份。军官还说出，绍特即将要在2天后美国副总统的葬礼上暗杀来参加葬礼的俄罗斯总统。审讯室外的领导听完那是相当懵。 I need my phone. I need to call my husband. Please leave a message after the tone. Thanks. I'm not a goddamn Russian spy. I didn't say you were. Doesn't get any more secure than this. Ev? 领导为了保险起见，于是也把绍特安排进了审讯室。就在2个领导争论谁来审绍特时，另一边的俄罗斯军官却利用藏着鞋底的刀片，直接干掉了身边2位警员。很快，审讯室外的2个领导就被叫走。绍特见状也待不住了。 此时，领导来到监控室，得知那位军官竟已经逃出了中情局大楼。就在他们下令追捕时，他们又发现绍特也已经逃了出来。但这时大楼因为军官已经被全面封锁，绍特连忙进入大楼暗道，来到2楼的无人区。领导发现后，马上开始封锁他的逃生路线。 Kill the powers in the elevator doors. We got her. Where is she, Albert? Talk to me. Come on.
被困在2楼的绍特，于是就发生了开头制作火箭炮的那一幕，炸晕了前来追捕的 FBI。成功逃离的她马上就回到家中，可在家等她的老公却不见了。 Mike? Where's Dad? 绍特意识到他肯定被人抓走了，此时 FBI 也已经赶了过来。绍特连忙带上装备就打算逃跑，而 FBI 快速破坏房门，扔进一颗震爆弹，随后 FBI 全都冲了进来，可绍特却没了踪迹。领导赶向窗外查看，果然绍特正在外面。不过还好，绍特及时通过空调箱躲过了领导。领导看见外面这平整的高楼，马上就打消了顾虑。绍特随之开始了行动，爬到了邻居家的窗前。此时，一个小女孩正在写作业。女孩看见后也是十分新奇的放了绍特进来，可就在绍特准备离开时，却意外让领导撞见，一场追逐大战又开始了。I got her. There she is. 但这一次绍特没那么幸运，他很快就被大批 FBI 包围。Dear, I'm innocent. On the ground! No! Why'd you run? I have to find my husband. Not a reason! Please, Joshua. 也就在关键时刻，绍特抓住机会直接跳桥，掉到了一辆行驶的卡车上。There she is. You, my friend, have got a mole in your group. 在抢下一辆摩托车后，这次绍特终于摆脱了 FBI 的追击。绍特骑上摩托，轻松扬长而去。随后，绍特来到一酒店休整，而酒店旁边的教堂正是明天举行美国副总统葬礼的地点。没错，绍特竟真的要刺杀俄罗斯总统。接着，绍特就开始调试装备，没一会，各种武器和炸药就放满了一床。随后，绍特抽出一管蜘蛛毒液，又查看起了教堂的建筑结构，再把头发染成了黑色。美国副总统的葬礼开始，俄罗斯总统也已经赶来。隐藏在人群中的绍特看见后，马上开始了行动。此时葬礼也已经开始。俄罗斯总统和美国高层也已经全部就位，而绍特通过下水管道系统成功来到了教堂的地下室。同时，地下室的巡逻队伍出现，下一秒绍特就冲了出来，快速就干掉了2人。此时，俄罗斯总统刚要上台讲话，绍特拼了命的开始往上赶。安保人员也马上发现了地下室的异常，大批警卫瞬间被调动赶去，而绍特已经来到负1楼。面对这里的警卫，绍特上去就是一个飞踢，打飞手枪，掰断他的手腕。警卫成功被绍特放倒。这时又一位警卫出现，一枪再次解决一位警卫。随后绍特一枪破坏音响，顿时现场发出大量噪音，吸引了警卫们的注意。现场开始慌乱，而绍特拿出他的炸弹就扔向了天花板。下一秒炸弹被启动，大家瞬间全被吓坏。俄罗斯总统下面的地面也在这时裂开，马上他就掉了下去，来到了绍特的身边。
此时绍特走向俄罗斯总统，举起手枪一枪打了过去。接着一领导终于发现了绍特，而绍特此时竟直接丢掉手枪，放弃了抵抗。很快大批警员赶到逮捕了绍特，同时俄罗斯总统也已经被确认死亡。也就在警员要把绍特送往联邦调查局时，绍特再次开始了反抗。莫一会儿，控制他的2位警员全被踹下了车。而司机因为电击枪的麻痹，下一秒警车就失控地冲下了高架。落地后，绍特不敢停留，马上离开了警车。外面不知情的群众这时全都过来救援警车，而绍特趁乱就又开始了逃跑，拿上一旁的帽子。下一秒，绍特就改变了自己的造型，坐上了一辆轮船。此时，俄罗斯总统死亡的事件已经导致俄美2国关系急剧恶化，两国的军事力量全都进入高度警戒状态。那位俄罗斯军官看到这一幕十分满意。此时绍特也已经来到了军官的身边。原来军官老白的真实身份是前苏联某组织的领导人，正是他亲手把绍特培养成了特工。之前老白亲自前往中情局，完全是为了测试绍特的忠诚。现在绍特完美完成任务，高兴的老白也打消了顾虑，但结婚是组织中不允许的。很快，老白就带绍特来到关押绍特老公的地方。Ты увидишь. 目睹这一切的绍特无比痛苦，但他连眼泪都不能流，因为周围正有一群人拿着枪指着他，他只能一脸冷漠。Товарищи, наша сестра услышит нас. Услышит! Сестра. 经过了这场考验，老白这才真正的认可了他。随后，老白告诉绍特，现在组织已经进入第2阶段，我们要掌握美国的核武器。老白让绍特前往一地点，那里有个北约特工正等着他，会详细告诉他在第2阶段的任务。就在老白交代完一切后，绍特也终于不装了。在用酒瓶子嘎了老白后，绍特打开一旁的武器箱，拿出里面的手枪和手雷，一场充满仇恨的复仇就此开始。组织里的众人根本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绍特杀干净。随后绍特来到休息室，看见里面的人全部被炸死后，绍特就离开了这里，来到了老白给的对接地点，见到了那位北约特工。绍特马上也认出了他，竟是小时候在组织训练时和他临床的小男孩小帅。因为有小时候的感情基础，小帅对绍特十分友好，并且现在小帅是一名上校，当了3年北约与白宫的联络官。随后小帅就交代起了绍特的任务。只见小帅拿出一张白宫的详细结构图，绍特的任务竟是潜入白宫地下8层刺杀美国总统，而小帅的任务就是确保总统会在那里。晚上2人就来到了白宫，小帅因为联络官的身份轻松进入白宫，而绍特也已经改变了妆容，成为了小帅的随员，一同进入了白宫。绍特这时也从小帅口中得知，这次任务不只有他们2人，同时美国总统为了应对俄罗斯总统的死亡，已经喊来了大量官员来到白宫商讨对策。就在这时，总统乘坐电梯来到了小帅这个楼层，小帅的脸色突然变得诡异，下一秒小帅就推倒了绍特，
然后抢过一旁警员的手枪，冲向总统。不过总统及时进入电梯躲过了一劫，警卫马上采取应急措施向地下8层转移。这时绍特也开始了行动，撕掉了自己的伪装。随后绍特冲向电梯，扒开电梯门跳了下去，通过一旁的钢架，绍特紧追在总统身后。此时总统已经来到8层的核心地带，也就在安全门即将关闭时，绍特及时杀出，也跟着溜了进去。同时总统来到指挥室，他们收到消息，俄罗斯已经在地面部署了大量导弹，再结合刚刚的恐怖袭击，这一切马上被定义为俄罗斯的宣战。为了反击，总统决定启动核打击方案。很快一个黑盒子就被送到了总统面前。这时入侵进内部的绍特破坏了电路，导致安全门和大部分摄像头都失灵，这意味着8楼已经与世隔绝，没人能进来了。指挥室的安全员发现这一点后，马上派出警卫出去查看，随后安全员更是封锁了指挥室，而派出去的2名警卫马上就被外面的绍特偷袭干掉。此时总统已经成功获得了核打击的控制权限，而指挥室的安全员却发现派出去的警员已经被绍特干掉，随后拿上武器就打算自己出去。这时那位绍特的领导大壮也想要武器帮忙，可安全员不让。下一秒，一瞬间大壮就干掉了总统以外的所有人。大壮想要控制总统来操作核武器。Go to hell. 总统不肯，大壮也不废话，直接就嘎了总统，然后自己就启动了核武器的发射程序。此时绍特也来到了指挥室，看见里面的大壮，绍特这才意识到他就是这次组织派来的另外一位特工，这让绍特十分兴奋地和大壮交流了起来。此时大壮锁定了攻击目标，大壮告诉绍特，计划的第2阶段就是打算杀掉900万人，激怒全球人民，美国因此将会死得很难看。此时核武器发射进度已经到了 29%， 绍特看到这一幕，激动地让大壮放自己进去，他想要一起见证这一切。本就喜欢绍特的大壮很快就被说服。可就在他要打开指挥室大门时，一则重磅新闻出现，俄罗斯总统复活了。新闻播报说，俄罗斯总统的假死是由一种蜘蛛毒引起的。这瞬间让大壮明白，绍特早在暗杀俄国总统前就已经背叛了组织。此时绍特也不装了，没错，他这次前来就是为了破坏组织的计划。不过大壮却根本无所谓，因为本来这次让绍特过来就是来当替罪羊的，而他也即将成为抓住杀害总统凶手的英雄。此时绍特也不再坐以待毙，虽然是防弹玻璃，但绍特也没有就此罢休。没一会儿，墙壁里面的线路就暴露了。绍特把它破坏后，大门随之打开，马上2人就开始了大战。这时发射核武器的进度条已经跑完，现在只需要大壮按下按钮，900万平民就将死亡。绍特见状拼了命的就冲向小黑盒，拔掉了它与系统的连接。结果下一秒绍特被一枪命中，原来外面的警卫已经打开安全门支援了过来。不过还好绍特穿着防弹衣并没有死去，马上绍特就被逮捕。大壮见状急忙来到了绍特的必经之路，拿起一旁军医的剪刀准备杀死靠近的绍特，谁知绍特早就猜到了他的小心思。大壮就这样活活被勒死。为了防止再次发生意外，绍特马上就被送上了飞机，准备移交给联邦调查局。很快飞机起飞，可那个杀掉她老公的前苏联组织依旧存在。绍特岂会甘心认命？趁着飞机来到高空，直接打开机门就跳了出去，掉进了下面的湖中。
幸运的是，他成功游到岸边活了下来，复仇之路也即将再次开启。